她明明从不洗澡，身上却总散发出阵阵幽香。不仅蝴蝶为她起舞，就连百花也为她绽放。可今天她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泡澡，就引来一个奇怪的男人。我去，这屏风可真白，可我怎么会突然在这里？不会中暑了吧？这大夏天的，中个暑居然有如此奇妙的幻觉，真不错呀！这是什么？哦，我靠，这也太香了吧！真是牛奶香浓丝般感受啊！然而，正当男人沉浸其中时，突然一个声音出现了：“姐姐，我进来给你加水了。”不是吧？有人要来了！就算是幻觉，但被抓住也会挨打的吧？我要醒来，我要回家！就这样，随着这个念头的升起，他整个人凭空消失了，以至于走进来的少女对刚才的事丝毫不知。原来真是幻觉啊！早知道这样，刚才就不偷偷摸摸了，反正都是假的，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然而，正当李九宝悔恨不已时，他却闻到一阵熟悉的幽香。当看到手里的布兜，他终于不再淡定了。我去，这东西哪来的？真是活见鬼了！惊慌之下，李九宝冲出了家门，穿过马路，他直接来到社区门诊。医生，我有病啊！你说啥呢？什么病啊？我有神经病啊！我产生幻觉了，而且特别真实。最终，李九宝被诊所赶了出来，毕竟他说的那些太离谱，是个正常人都不会信。不过经过这番折腾，他也终于回过神来。这也太真实了，我不会穿越了吧？可是穿越这种事不都是单程票吗？这怎么还能返程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李九宝返回了屋子，他打算再试一试，搞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。而在另一个时空，他遗留在竹篮中的那根冰棍也被刚才的少女发现了。哎，这是何物？怎么了？姐姐，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？怎么可能？我没看到别人呢。呀，我的肚兜呢？我刚才就放篮子里了呀。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不知道呀，可能是来过的人留下的。看着这奇怪东西，少女一脸的疑惑，在确定应该没危险后，她竟伸出舌头舔了舔。姐姐，你快尝尝，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又冰又甜，似是能解暑呢。这是冰块吧？可这个月份能用得起冰块消暑的，怕是只有皇室贵族了。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带着疑问，女人也学着妹妹咬了一口，下一秒，她的双眼便亮了起来。因为这冰块太甜了，比他们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一套还要不知道甜多少倍。妹妹，这东西竟如此之甜，这人偷走我的衣服，又留下来这冰块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我记得刚才我就拿了根老冰棍，别的没干啥呀。正当李九宝思索着穿越前还干了什么时，下一秒他竟再次来到了那间屋子，只是刚才的女人不见了，只剩下了空空的浴桶。我去，我真的穿越了，可是怎么穿的？靠意念吗？就这样，李九宝又尝试了几次，似乎只要他心中所想，就能随时往返两个世界之间。这也太爽了吧！别人都是单程票，我这是无限次的，看来我这是要起飞啊！不过还是不能太激动，我得先搞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带着这个想法，李九宝蹑手蹑脚的来到门口，他慢慢探出身子，想观察下外边的情况。原来是个小院，这太阳这么多，看起来两个世界似乎是平行时间。不过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，居然还有股淡淡的馨香。不对，这香味好熟悉。你是何人？此时李九宝被吓了一跳，因为刚才那狱中女子现在正站在他面前。姑娘，你别害怕，我可不是坏人，这里是你家吧？李九宝一边强装镇定，一边大脑急速运转，他必须找出个合理的解释，让眼前的漂亮姑娘能接受。刚才偷看我洗澡的那个人是不是你？误会，我是第一次下凡，所以还不太熟练，绝非有意冒犯姑娘，请姑娘相信我，我好歹是个神仙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呢？听到李九宝的话，女子脸上露出惊愕的神色，她眉头一皱，好像并不相信这个理由。这人打扮如此怪异，2次出现，我竟都没有察觉，莫非他真是仙人？那你有什么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吗？李九宝环顾四周，最后只能举起了手里的冰棍。这个算吗？这东西叫老冰棍，乃是天庭的零食。传说天上的神仙都有千里眼顺风耳，你如果能做到的话，那我就信你。好家伙，我要有这个本事，我直接去搞个神棍，骗财骗色岂不是更好？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下凡之后，本事都会有所限制，虽然能有一定效果，但肯定会大打折扣。你等我回天庭准备一下，回来再给你展示。李九宝把话说完，整个人就消失了。女子看到这一切，全身都紧绷起来，因为在这个世界，就算是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，怕也无法这么凭空消失。而在现实世界里，李九宝开始翻箱倒柜起来，因为是合租，他的东西并不多，所以很快他就把那个东西找了出来。这可是我病西西卡一刀的赠品，虽是9块9包邮，但除了效果差点，别的也没啥毛病。就这样，随着李九宝意念一动，他又出现在那院子里。仙凡有别，希望姑娘理解，我重生为肉体凡胎，虽无法再施展仙术，但通过这法宝也可重现神通。说着，李九宝示意对方使用望远镜，于是，在接过宝物后，女子犹豫地对准了双眼。就这样，随着镜片的拉近，女人惊呼了起来。可渐渐的，她脸上的惊骇之色被不可思议取代。尝试了好几次后，最后她竟纵身一跃，直接跳到了一旁的屋顶上。我靠，这一蹦就上去了，这怎么也得有5米高吧？你还是人吗？看来这个世界虽然是古代，可跟历史怕是大有出入啊。
请上仙收起法宝。之前小女子多有冒犯，还望上仙不要怪罪。不用，怀疑是正常的。这件法宝就送给你了，就当是见面礼。听闻，女子面露惊讶之色，毕竟这样的宝物，怕是皇宫里都不一定有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上仙这我不能要。姑娘还是收下吧，主要是我接下来可能还会叨扰姑娘一段时日，若不容送些见面礼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我只是凡俗之人，怎能将天庭宝物据为己有呢？此为大不敬，会遭天谴的。看着女子这番模样，李九宝不禁有些头疼，最后他只能苦笑着道：那这样吧，你也回送我一点你们的东西，让我带回天庭送给朋友如何？于是，在李九宝的强烈要求下，女子把望远镜收了起来。只是突然想到洗澡的事，她不禁脸上又红了起来。小女子宋思琪，不知上仙名讳，该当如何称呼？我成仙之前，俗名叫李九宝，怎么称呼随你。不过我下凡这事，还请宋姑娘保密。请李公子放心，既然如此，李公子还是换身衣服。您的天庭装束和北周完全不同，若是和外人接触，怕是多有不便。另外，不知李公子您云游至此，目的为何？小女子又有什么能帮到公子的？别这么客气，你把我当朋友就好。衣装的事恐怕还得麻烦姑娘了。还有如今这凡间之事，还请姑娘帮我讲解一二。就这样，在宋思晴的话语中，李九宝知道这是一个叫北周的朝代，而宋思晴家的位置就处于东山府的一个山谷中。这里山势险峻，只有400多户，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每过半个月，村子才会组织人手外出一次，用山里的山货猎物换些盐巴之类的必需品。除此之外，宋思晴还提到了武林强者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这应该是个武侠的世界。这样看来，我穿越的并不是时间维度，而是空间的维度。可如此一来，这里的人为什么说汉语呢？而且文化特征还如此相似。李公子，我们宋家隐居山谷之中，已经有60年之久，家里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只有这些商货，还请公子不要嫌弃。在古代，未出阁姑娘的肚兜，男人是绝对不能吃的，哪怕就是碰也不行。可穿越来的李九宝不仅拿起来闻，甚至还带回了家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骗女孩自己是神仙下凡，只用了一个9块9的望远镜，就换了对方500两银子。李公子，我们宋家在这深山已经隐居了60年，家里实在是没能拿出手的，这些山货应该值个500-600两，还望公子务必收下。看着地上的一堆兽骨，李九宝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些骨头光从外观看就不像是寻常东西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只是一套虎骨和3根犀角而已。虽然这东西跟公子的千里眼没法比，但确实是家里唯一能拿出手的东西了，让公子见笑了。说这话时，宋思晴一脸不好意思，毕竟在他心里，那个9块9的望远镜可比这500两的山货贵重多了。宋姑娘，你这回礼太贵重了。这样吧，我就只拿一个犀角，剩下的你还是到集市上换些银钱吧。公子万万不可，这回礼已经够寒酸了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山民，城里人本就看不起我们。与其在集市上被他们故意压价，还不如送给公子。此时，李九宝本想继续推辞，可哐啷一声，院门突然被踹开了。只见一个壮汉冲了进来，肩上还扛着一个孩子。大小姐不好了，我儿子烧得很厉害，你能不能想办法？我怕他快撑不住了。是昨天被野猪顶伤后引起的热病吗？我也不清楚，昨天我看伤口前就没管，可半夜突然就烧起来了，现在还这么烫。郎中说没救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听闻，宋思晴皱了皱眉，要知道这可是古代，哪怕就是个普通感冒，搞不好也是会没命的。大小姐您是知道的，我练的功法需要炼精化气，所以以后都不会有晚了。石头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我也就绝后了。100年之后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爹娘啊？李公子，您能不能救救这个孩子？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，可眼下我也实在没办法了。总之，您要有什么要求的话，能满足的我一定满足。听到这些话，李九宝完全没做准备，毕竟他对医术也一窍不通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如果从现代买些药品过来，或许真的管用。确实是外伤导致的嘛，把伤口给我看看。快，按李公子的要求做。李公子愿意帮忙的话，石头也许就有救了。壮汉显然非常信任宋思晴，听他这么说，马上把儿子的伤口亮了出来。还真挺严重，这都化脓了。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，即便这孩子扛过这次高烧，过几天伤口怕是也还会继续溃烂。这样吧，你们在这等我，但我不能保证一定有用，只能试一试。我懂，李公子愿出手相助，那已是天大的恩惠。如果连公子都救不回来，那只能说石头命该如此。于是李九宝转身进了宋思晴的闺房，并且再顺手把门锁死。壮汉看得当场傻了眼，李思晴脸也红成一片。到现实世界后，他不敢耽搁，马上向最近的药店赶去。然而，当售货员听完他的描述后，却说什么也不把药卖给他。都这么严重了，这得去医院啊！情况特殊，去不了医院，您就给我拿点药就好。看到李九宝如此坚持，对方倒也没再继续追问，只是消炎药、退烧药拿了一大堆，外加一些纱布碘酒，足足装了一大袋子。一共多少钱460块05毛，给你算460吧。怎么这么多？小伙子，你不懂，便宜的它有副作用啊。好，460就460吧。就这样，李九宝付完款后，便拎着塑料袋匆匆离开了。只是他没注意到，在售货员的眼睛里，似乎藏着某种危险。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。总算买回来了，不过这包装还是别带过去了，谨慎点总没坏处。于是把包装全撕掉后，李九宝坐在床上深吸了口气，他心念转动，前往了异界。
我回来了。李公子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一定记清楚了，这瓶子里的药每次只能喝这么多，每3个时辰只能喂一次，一天不能超过3次。另外，这个药一天3次，1次1粒，要吃7到10天。具体究竟吃多久，要根据你儿子的身体情况来看。交代完这些后，李九保又帮男孩清理了伤口，可在准备喂药时，壮汉却又迟疑了。最终还是看到宋思晴朝自己点了点头，他这才将那杯退烧药强灌进了儿子的嘴里。这装仙药的杯子像是珍贵的琉璃，可从质感上来看，却又和琉璃完全不同。莫非这就是神仙们使用的仙瓶吗？李公子竟如此大方，这么大的恩情，我要拿什么还？想到这里，宋思晴下意识地看了看地上的山货，紧接着他的脸上便泛起红晕。当下他就决定再增加一些报酬。就这样，只过了大概几分钟，男孩似乎是退烧了。刚刚还满面愁容的壮汉，脸上也已被狂喜所取代。退热了，真的退热了，这是神药啊！李公子救我战家血脉，与我战家恩同再造，请李公子受我一拜。不必如此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快请起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用药方法，可千万别记错了。李九保又叮嘱了壮汉几句，壮汉兴高采烈地道完谢，然后就抱着儿子离开了。此时李九保才发觉，这退烧药的起效似乎太快了。我记得退烧要得半个小时才管用吧？难道是因为那孩子从没吃过类似的药，因此药效便起得更快？李九保正在思索，宋思晴却开口了。原来壮汉名叫战八方，在村里很有威望，并且跟宋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公子为了救石头的命，不惜从上面拿了那么多仙药下来，这番恩情，思晴实在无以为报。如今思晴有一物想送给公子。说着，宋思晴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盒，递到了李九保眼前。李九保下意识接过，发现玉盒入手清凉，甚至伴随着触感的影响，连他的精神都为之一振。这玉盒里装的是筑基丹，如果服用的话，能够让一名没任何习武天赋的普通人直接晋级武道1品的境界。不过，此物需要耗费大量珍稀药材熬炼，熬炼成功的可能性极低，再加上知晓丹方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非常稀有。我知道这东西对沈公子不稀罕，但它已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了。说到最后，宋思晴明显觉得脸热，以至于声音越来越小，而李九保则听得双眼发亮。之前宋思晴轻松地跳上房顶，就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震撼。我原本还想再请他来教我习武，没想到还没等我提要求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宋姑娘不要多虑，这礼物对我来说正合适。我来到凡间就必须变回肉体凡胎，这种状态下，我和普通人其实并没什么不同，所以你这东西对我来说正实用。看到宋思晴的脸上又浮现起惭愧的表情，李九保果断转移了话题。在他心中，这姑娘什么都好，远不像他所在的那个世界。凡是好看点的姑娘，就仿佛公主一样傲气十足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明天再过来。还望宋姑娘明天能带我在村子里转转。说完，李九保拎起装着山货的袋子，轻车熟路地进了宋思晴厢房。看着自己厢房的门被关死，宋思晴顿时面露犹豫之色。这种情况下，我继续住在厢房好像不太方便吧？算了，我还是搬去跟司仪一起住吧，免得若是半夜里沈公子忽然下凡的话。哎，这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我没法处理啊！我真是脑子抽了，才会把这东西带回来。看来明天还是送回去。李九保摇了摇头，将袋子往角落一扔，然后就兴冲冲地跑进了卫生间。他要好好试试这筑基丹究竟有什么用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几分钟前，一辆车已经停在了他家楼下。他明明从不健身，身材却吊打彭于晏，多个富婆想找他做男朋友，他都一一拒绝。最后单身22年的他，却每天跑到酒店开大床房，还在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。这算5星级酒店，应该没摄像头吧？不过还是在厕所安全点。原来就在前几天，李九保还是个刚毕业的穷学生，别说是5星级酒店，就连房租都得分期。可他突然发现，只需意念一动，他就能瞬间穿越到古代。在这个叫宋家村的地方，他不仅用现代药品救了一个孩子，还从宋思晴手里得到一堆犀牛角，外加1枚筑基丹。据说吃了这东西能让身体变强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就这样，随着李九保吞下丹药，他的身体也开始变化。只见那圆滚滚的肚腩渐渐变成了棱角分明的腹肌，原本纤弱的手臂也逐渐粗壮起来。天哪，这也太帅了！要再夸张点，我都能去参加健美比赛了。对于现在的尺寸，李九保很满意。然而，正当他幻想着以后能一个打10个的时候，门外却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好家伙，这是在踹门吗？不会是强盗吧？此刻3人已经冲进了客厅，不过他们并不是强盗，反而都穿着一身制服。你是李九保，既然在家，为什么不开门？我刚刚在卫生间听到敲门，总要收拾下吧。而且你们也太暴力了，门都给我踹飞了。是这样，我们接到举报，现在要对你的住所进行搜查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举报？谁举报我啊？李九保还在疑惑，对方已经在房间里转了起来。突然间，他的心里咯噔一声，因为他猛然间想到从古代带来的那些虎骨犀角，此时正躺在他的电脑桌下面。完了完了，要是被发现，那我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怎么办啊？咦，这是什么？
随着这个声音，李九宝紧张地向卫生间看去，只见对方拖着一个玉盒，正看得满脸惊奇，而这个玉盒正是那装住鸡蛋的盒子。怎么了，小夏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这盒子是你的吗？原来是装什么的？是我的，里面装的是药，不过已经被我吃了。用这种盒子来装药，那这药得多珍贵啊！女警一边说着，一边转头看李九宝，仿佛在试探着什么。眼见李九宝一脸懵，最后他一咬牙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我就直说了，你这盒子我很喜欢，能不能卖给我？什么？你想要这个？不瞒你说，这是朋友送我的礼物，所以200万怎么样？多少？对于这个报价，李九宝没任何心理准备，毕竟从小到大他兜里就没超过5000块钱。他说的应该是6块吧，200万也太扯了，就一个破盒子，居然都能整出来一套房来，而且这人就这么有钱吗？看来你对这个盒子的价值不明白，我也不骗你，这盒子的材质是上等的翡翠。总之我给的价格绝对算很良心了，只要你卖，我立刻给你打钱，绝不拖拉。钱不钱的不重要，主要是我这个人最愿成人之美了。你既然这么想要，那我就卖给你吧。看到李九宝拙劣的演技，女警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但最终她还是当场要了卡号，然后给李九宝转了账。听说普通人转账的都是有限额的，看来这人的背景不一般啊。等明天回宋家村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宋思强。这样吧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，你要有类似的东西都可以联系我。总之我肯定不让你吃亏。就这样，经过这个小插曲，现场的气氛轻松了不少，而且经过搜查，他们似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然而，正当李九宝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，夏子秋却看向了他的电脑。这是什么？一瞬间，李九宝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毕竟那个袋子的造型太过拉风，以当前时代来看，简直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一样夺人眼球。然而，就在夏子秋碰到袋子的瞬间，神奇的事发生了。随着李九宝的意念转动，在他的脑海里竟出现了个1立方米的空间。紧接着，那袋子里的虎骨和犀角竟奇迹般的出现在了空间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那筑基丹的作用让我的附加能力激活了？这真是及时雨啊！像刚拿到新玩具的孩子，李九宝不禁蠢蠢欲动。下一秒，他目光刚好落在夏子秋的枪套上，于是随着心念转动，那把920发射器就出现在了空间内。没想到真可以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不过我还得放回去，毕竟丢发射器可是大事。就在李九宝想着要怎样把枪放回去时，一瞬间这把枪竟从空间里消失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并没有回到枪套，反而凭空出现在了他的手心里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赶紧消失！好在因为速度够快，这一幕没被夏子秋察觉。看到袋子空空如也，他也只能就此作罢。抱歉了，李先生，看来是场误会，这门我照价赔偿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不用了，毕竟刚卖给你一个玉盒，这门就不让你承担了。那不行，一码归一码。这样吧，我直接给你买个新的，然后来给你装好，这样晚上也不至于关不了门。就这样，李九宝把夏子秋送出了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。丢枪这么严重的事，他发现后肯定会再回来找，到时我再装作是捡到的，这样应该能糊弄过去吧。果然，过了没一会儿，夏子秋的信息就发了过来。李先生，请你好好检查下你房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我马上回去，你务必在家等我。很快，一辆宾利停在楼下。其实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自己开私家车来的，所以那2名警员没跟着他。李先生，我枪落在这儿了吗？我进你家的时候，明明还在身上的。夏警官，我刚仔细找过了，没发现什么枪啊。这不可能啊！这样吧，我再仔细找找。李九宝租的房子是小两居，所以地方很小。尽管找得很仔细，可很快他就转完了，枪没找到，他的情绪也越发急躁。李先生，冒犯了，这屋里都没有，请把衣服脱掉，我需要对你进行搜身。其实李九宝并非不想把枪还回去，只是他需要找个合适的理由，让这件事看起来很合理。所以尽管不情愿，他还是照做了。因此，筑基丹塑造的完美身材就这样呈现在夏子秋面前。那个，请问裤子就不用脱了吧？不用，我检查下就行。真藏着枪的话，摸也摸得出来。说完，夏子秋就蹲在地上，在李九宝身上检查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安门的工人出现了。好家伙，这年轻人，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感谢李先生配合，我要赶紧回去上报，后续需要配合的话，还望李先生不要介意。说完，夏子秋转身就走。就在此时，李九宝知道是时候了。哎，找到了夏警官，在这儿呢，这不是卡门缝里了吗？一定是你踹门太用力给甩脱了吧？他每天都要自杀一次，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方法。在每个清晨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他都会从天台上一跃而下。可下一秒，却又从另一个地方冒了出来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李九宝突然得知自己只需意念一动，就能瞬间穿越到古代。在这个叫宋家村的地方，他不仅用现代药品救了一个将死的孩子，还用一个9块9的望远镜骗对方自己是神仙下凡。思晴见过李公子，您今天下来的可早？今有佳人送思晴，一舞剑引动四方，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公子过誉了，只是寻常练剑而已，当不得这座师圣赞。看着害羞的宋思晴，李九宝也有些尴尬，于是他便提议一起去村里走走。其实早在昨晚，宋思晴就连夜赶了套衣服出来，虽然辛苦了一整晚，但好在李九宝穿上竟出乎意料的合适。该说不说，这衣服看着是好看，可穿起来是真麻烦啊。
在这之后，两人在村里转了起来。可让李九保惊讶的是，宋家村虽地处深山，街道却无比的整洁，村民的房屋虽没宋家豪华，但胜在无比整齐统一。而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路上遇到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幼，都会叫宋思晴一声大小姐。4000多人在这深山中生活，竟如此井然有序。思晴，你这是啥家庭啊？李公子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虽然叫宋家村，但姓宋的其实只有我一家，因为说到底，村民其实都算我家的家仆。家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的，因为这些村民的祖辈当初是跟着太爷爷一起搬进来的。在之后的对话中，李九保还知道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宋思晴的太爷爷其实是一方的藩王。前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各地诸侯揭竿而起。宋家虽有心匡扶天子，可奈何叛军太过强大，最终只能被迫散尽家财，带着血味遁入深山隐居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些村民个个孔武有力，原来都是血味的后代。是啊，李公子，如今天下虽暂时安定，可在凉州卫三国鼎立之下，百姓却依旧民不聊生。不瞒公子，太爷爷在临终前也交代过，凡宋家血味后人，当铭记诸王之乱，若三国威势不在，那便是我宋家出山之时。说这话时，宋思晴的眼神很坚毅，可李九保却乐开了花。毕竟对于一个现代穿越者来说，造反可是封建社会最好的职业。造反好啊，守着这个小村子，顶多倒卖点山货而已，不好出手不说，搞不好还容易被关进去。造反就不一样了，只要有一块地盘，那操作空间可就大了。李公子不愧是神仙下凡，寻常人听到这些，怕是早就吓跑了。李公子竟还能如此淡然。此刻，李九保正打算就这个话题再深入聊一聊时，只见前方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列车队，领头的看到他们，马上小跑了过来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镇上的粮商太过分了，给咱们山货的估价竟不及往年的一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知道，咱们的余粮顶多再撑半个月，你们没把粮食换回来，那半个月之后怎么办？所有人一起饿死吗？大小姐，您知道的，这2年咱们一直是找周员外换粮，平时他缺斤少两就算了，咱也不跟他计较。可这次他说什么如今打仗，东山府哪都缺粮，要把价格翻一番，照这样咱们顶多能换4成粮食回来。我一气之下就直接把山货拉回来了。混账话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粮商，别人呢给的价也都很过分嘛。看着发怒的宋思晴，李九保的心中一惊，因为这凌厉的模样和之前那种温柔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大小姐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就是摆明欺负咱们，我们去问过，价格比周员外还低。男人说着说着，眼眶竟湿润了。通过之后的对话，李九保才了解到，原来宋家村的2000口人基本全靠山货为生。虽然他们也有耕地，但山地的面积小不说，收成也远赶不上平原。大小姐，这次就算咱吃亏，换来了4成粮食，那是能撑到秋收。可之后呢？咱们的庄稼您也知道，根本就不够冬天消耗。听着这些话，宋思晴沉默了。其实这个道理他也很清楚，现在换了粮食，只能保证冬天前不饿死，可不换的话，那半个月后就会断粮。一时之间，他竟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不知道你们缺多少粮食，或许我能想想办法。其实大家早注意到李九保了，只是大小姐没主动介绍，所以他们也不好开口。现在李九保自己凑了上来，村民们也不再掩饰了。你是何人，在这儿说什么大话？你什么态度？快跟李公子道歉！你们都记住了，这位是李公子，以后你们见到他要像见到我一样。李公子勿怪，他叫叶无咎，祖上是血卫的左统领，说话比较直，但绝不是有意冒犯。没事，没什么怪不怪的，我就是想了解下你们的困难，看能不能帮上忙而已。多谢李公子关心，不过村里足足有2000人，要坚持到秋收，估摸怎么也得800担粮食才行。虽然李公子您身份特殊，可不知您那边。此时宋思晴说话非常小心，因为之前李九保已经叮嘱过他，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不管哪边都要吃饭啊，所以粮食肯定有。既然你们为粮食发愁，那我就想想办法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宋思晴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可反观一旁的叶无咎，他却更加疑惑了。整个东山府的粮价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800担粮食，足足8万斤，你难道还能凭空变出来不成？叶无咎，你放肆！大小姐，你不要被骗了，800担粮食，那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吗？我看他就是在心怀不轨。这些话，宋思晴听得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当场就想要教训叶无咎，不过好在李九保及时拦住了他。有怀疑很正常，毕竟我在这是个陌生人。这样吧，等先解决完这个问题，再谈其他。对于这样的表态，宋思晴无论如何都要给面子，所以在这之后，他们又折返回了四合院，看着李九保走进自己的闺房，不知为何，在他心头的忧愁一下消散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包括叶无咎在内，村里的很多人也跟了过来，他们十分好奇，为什么他们备受尊敬的大小姐，如今会这么信任一个陌生人。里面超市倒是有，可宋家村的粮食需要8万斤，而且这么多，我也没办法带着穿越，看来还是先得租个大点的仓库才行。确定这一点后，李九保立刻拿出手机，然而粮仓的粮食堆积成山，可门口却全是饿死的人。原来是粮商为了利益，故意在荒年抬高粮价，不仅8文一斗的小米直接飙升到了16文，就连来换粮食的山民也被贬得一文不值。周员外，这不对啊！我们村之前的山货少说也能换800担，这次怎么才300担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你要换就换，不换就给我滚！全村4000多人，耕地却只有2亩，所以换不到粮食。对于靠山货为生的宋家村来说，无异于是灭顶之灾。好在这时，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：“这事交给我吧，你们等着就好。”原来
来李九保是史上唯一一个可以在两界穿梭的男人，所以他一回到现代就马上筹划了起来。而第一步就是找个足够大的仓库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把800担粮食偷偷的运回古代。哎，网上这些仓库看着是不错，可怎么还都带监控服务啊？这要是被拍下来，那我不得螺旋升天啊！就在李九保一筹莫展时，突然一则广告弹了出来，面积200平，年租金3万，而且还没有监控，除了位置偏僻点，一切似乎很合适。于是经过简单的电话沟通，他很快和仓库主人见了面。大哥，你这仓库说实话跟别人比没任何优势，你看这3万的租金能不能便宜点？那小伙子，你想出多少？李九保想了想，试探着开口道：1年1万怎么样？小伙子，你疯了吧？3万1年的200平仓库，你买望海市去打听打听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？1年最少2万5，你租就租，不租就算。最终李九保没再继续还价，毕竟这么合适的仓库确实不好找。于是，在签完合同后，他顺利拿到了钥匙。临走时，他又厚脸皮蹭了对方的车，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地铁站。800担就是8万斤，这么多粮食，还是去粮油批发市场买合适。就这样，李九保来到了望海最大的粮油批发市场。虽然是上午，但市场里已经忙碌起来。他看了半天，最终选了家比较冷清的商户。老板，米面都是怎么卖的？店主抬了抬眼皮，或许是觉得李九保太年轻，所以不怎么想搭理。500斤鸡皮，少了不卖。500斤，这点够干啥？我这起码得按吨算。听到这个话，店主马上瞪大了眼睛，他直接从躺椅上跳下来，想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。你说多少？得几万斤吧，我立刻就要。你要没有我就换一家。对了，我还得需要你们送货，装卸的费用我来承担。小伙子是这样，我们这个买卖利润低，所以都是现款结账的。你钱带够了吗？这是当然，我这么年轻，不带钱你也不信我呀。你就赶紧给我报价吧，合适的话就从你这儿买。店主虽然还有些怀疑，但还是仔细介绍起来。简单来说，粮油分2种，品牌的价格高，但库存少一些；散装的价格低，但库存绝对够。李九保想了想，觉得按宋家村的情况来说，普通的应该就可以了。散装的就行，至于品质嘛，只要没有变质就行。散装大米的话2块1斤，好点的2块4，面粉特一分2块2，特2是1块9，另外花生油6、7块1斤，盐是1块1一斤，还有白糖14块8，你可以随便打听，这东西都是明价。听着店主的报价，李九保也在心里计算起来，大米按2块算，8万斤就是16万。照宋思晴的话来说，这足以确保全村2个月不饿肚子。那平均一下，一个人每月只需要40块钱。好家伙，现在最低生活保障金也得3位数了吧？看来这宋家村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！想到这里，李九保忍不住摇了摇头。然而店主看到后，却以为是对方觉得报价太高，于是不由得苦笑道：“小伙子，我可真没坑你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能买到10万斤，那装卸和运费我来出，当然必须得是望海市那样。”李九保闻言顿时愣了下，不过按店主的话来说，折算运费的钱，他确实可以多买一些。于是，在心里简单计算了一番后，李九保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老板，我要8万斤2块的大米，再要4万斤的面粉，豆油来4000斤，加上2000斤食盐、2000斤白糖。你立刻联系装卸送货。我的要求就一个，今天必须给我卸到仓库里。”老板，你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就这样，店主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半天，最终得出一个27万1的数字。确定无误后，李九保痛快拽了账。收到钱，店主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弯，他一边联系运输车队，一边还给李九保冲了杯咖啡，当然是速溶的那种。我这种土鳖还真喝不惯那原磨咖啡，这种糖分十足的才好喝。不过有钱的感觉是好啊。很快，装卸工把粮食装上了车，回仓库时，李九保坐在副驾上，至于那5名装卸工都平躺在了车厢里。抵达仓库时，时间已经到了中午。李九保发现大家没吃饭，就干脆买了10几屉包子。不得不说，这几个大哥看着瘦，吃饭可真不含糊啊！这200块的包子居然一会儿就没了。吃饱喝足的装卸工干起活来动力满满，很快60多吨的货物被堆进了仓库。看着面前小山一样的粮食，李九保满足极了。还是这些散货好啊，虽然包装上啥都没有，但也省去了不少麻烦。至于这个袋子和油桶，就留给宋思晴解释吧。与此同时，在宋家村的宋宅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大家脸上忧心忡忡，只有宋思晴看起来胸有成竹。大小姐，那魏李公子今天还能不能回来了？他是不是在说大话，想以此来引起您的注意？就是啊，近千担的粮食呢，这院子就这么大，他能上去哪儿找？咱们还是得自己想办法，不能把希望都放他身上。看着围观的人们，宋思晴从他们脸上看到了一样的想法。虽然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他对李九保却没一丝怀疑。你们也知道是千担的粮食，即便李公子有能耐，想来也要耗费些时日才能筹措到。大家尽管安心等着就好。大小姐，这次叶无咎没把粮食换回来，确实是他的过失，你有所不满也是应该的。可无咎说的没错，咱们宋家村上下2000口人，切不能意气用事啊。此后，宋思晴刚想开口，身后的院子就传来了动静。此时大家都一脸疑惑，只有宋思晴的脸上浮现起恬淡的笑容。大小姐，这院子里发生了什么？我想应该是李公子回来了，这么多的东西，看来李公子得忙活一阵子。宋思晴说的随意，可她很清楚，要想在村子里瞒住一件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她再次提高声量说道：“诸位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希望你们牢记于心。关于李公子，他是我之前在江湖游历时遇到的一位奇人，具体有多奇，以后大家在接触中自然会知道。总之以后，我希望大家对待李公子要像对待宋家一样尊敬。至于他身上的奇特之处，大家
家都不要深究。宋思晴看似说了这么多，但其实这些话明眼人都能听出来，最重要的只有最后一句，那就是不要深究。也就在这时，院子的门终于打开了。粮食已经搞定了，有点多，厢房里放不下，我堆院子里了。粮食搞定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叶无就惊讶的同时，也跟着大家冲进了院子。紧接着，里面就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呼声，所有人都瞪大双眼，他们实在无法理解，他们明明一直守在门口，这么多的粮食究竟是怎么运进来的？还有那些大瓶子，居然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些装米的袋子，看着像是丝绸，可摸起来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。难怪大小姐说不要深究，如果不深究能有这么多粮食，那谁敢深究？我非打断他的腿。总共8万斤大米，4万斤面粉。还有盐巴和糖都在这里了，你们具体怎么分，这我就不掺和了。听着李九宝的介绍，宋思晴虽早有心理准备，可当亲眼看到这一切，她还是难掩心头震撼。不愧是天上的神仙，哪怕下凡受到限制，竟还能有如此神通。大小姐，这是精米精面啊，比咱们换回来的那些不知道好多少倍。估摸着就是和皇家的贡米比，那也是绝对不相上下。这样的米拿到镇上换，1斤锦马换10斤糙米。叶无就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上的大米给大家看。紧接着，院子里就是又一轮的震惊加狂喜。此刻他们才知道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多偏颇。与此同时，叶无就又拿起了一包盐尝了尝，果然是精盐，这盐真好啊，一点苦味也没有，还不涩嘴。就这样，在这一片喧闹之下，叶无就舔了舔嘴唇，又迫不及待地拿起了一包糖。此时，李九宝还没意识到这些白糖将会在这个小山村掀起怎样的风浪。她当了20年皇后，却从来没吃过白糖，并不是她不想吃，而是这东西压根儿就没有。因为在这个世界，白糖是比黄金还珍惜的存在，就算是当朝皇帝，每年也只能在重大节日时才有机会浅尝一次。可怪就怪在这个深山中的小院里，此时竟摆着几千斤的白糖。白糖，真的是白糖！天哪，而且有这么多，我不是做梦吧？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村里几名老者也急忙凑上来。于是，在品尝之后，这些50、60岁的老人竟都像孩童般手舞足蹈起来。不就是一些白糖吗？这怎么一个个跟打了兴奋剂似的？公子有所不知，白糖是非常珍惜的，即便是宫里的皇帝，每年也吃不到多少。至于我们普通人，更是想都不敢想。所以民间才会有1两白糖1两金的说法。听完这些话，李九宝这才明白过来，作为一个现代穿越者，这些粮油已经是他能选择的最差品质了。可即便如此，放在这个世界，竟然都达到了贡品的级别。这白糖1斤5块钱，带到这边来，居然转手就价比黄金，这利润比简直是资本家看了流泪，犹太人听了都得下跪啊！李公子，这些白糖还是拿回去吧，这些米面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了。白糖的话，我们吃起来实在是浪费。没必要，一些白糖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只不过有件事情还真得你们帮忙。听到这话，大家都围了过来。如果之前村民们还对李九宝有误解，那如今见识过他的神通后，大家早把他当成救命恩人。李公子，您弄到这些粮食，对我们来说那是天大的恩德，您尽管吩咐，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，做不到的我们想办法去做。对，李公子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对您多有冒犯，还请李公子责罚。叶兄不必如此，你之前怀疑我是正常的，大家本来就是初见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另外，我其实是想再弄些白糖，委托你们帮我去镇上卖。当然，我不会让大家白忙活，卖的钱里有你们1成。帮公子卖糖，这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卖的银子肯定都是公子的，我们不能要。只不过山下的永平镇比较贫困，最好是带点样货，到长乐郡去打听下行情，确定没问题后，再带着白糖过去交易。行，就按你的想法办。至于这个报酬，你们必须要收，不然我就不用你们了。李公子为人豪爽大气，着实令老夫佩服。小姐能在江湖游历时认识公子，真是宋家村的福气啊！老人家谬赞了，其实认识宋姑娘，应该是我3生有幸才对。既然如此，相识即是缘分，你们又互相欣赏，那准备什么时候成亲啊？听到这话，李九宝懵了，他实在没反应过来，这和成亲有什么关联？至于宋思晴，脸更是红到了脖子根。在这之后，在叶无咎的带领下，村民们开始有序的分粮食，每人40斤米、20斤面、2斤油，外加盐和糖各1斤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只以人头来论。大家领完东西都来跟李九宝道谢，很多人更是直接来一句多谢姑爷。对不起李公子，希望您别介意，他们只是不清楚你的身份，所以才这般随意。没有啊，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他们能误会咱们的关系，那是对我的肯定啊。公子说笑了，您是天上的神明，思晴只是浊骨凡胎而已，怎么能配得上？我下凡到你们宋家村，这就是缘分。还有以后你就别叫我李公子了，就叫我九宝就行。而且还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，你这边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教我一些武技傍身？听到这话，宋思晴没有直接点头，而是先想了想，然后才开口道：我这儿确实有一套功法，非常适合男子来修炼，只不过这套功法修炼起来很困难，九宝哥要学的话，要做好准备。就这样，在宋思晴授意下，李九宝席地而坐，对方则抬起芊芊玉手，轻抚在李九宝头顶上。此功法名为天道无相功，玄奇浩瀚，如山高，如海阔。若能修炼大成，甚至可迈入那无上宗室之境。话音落下，李九宝立刻感觉到一股气息进入他的身体之中，这气息像游鱼一般，以一种奇特的顺序游遍了他身体内的所有穴位。
记住这个顺序，这是修炼神功的运转法门。什么时候你能完整运转一次大周天了，那便意味着有所小成，距登堂入室亦不远矣。像武侠小说的内力传功一般，随着宋思晴的发功，那运气的穴位顺序竟清晰地印在他脑海里。而他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按照这真气运转的顺序，凝聚属于自己的内气，一个个冲开这些穴道。天道无相功是内功心法，接下来我传授于你的是与之相匹配的武技，只有两者相结合，你的内力才能完美发挥。就这样，随着宋思晴完成功法的传授，时间也来到了黄昏。李九保跟宋思晴告别后，他心念转动回到了现代。然而让他郁闷的是，不管他在酒店的房间怎么尝试，那第一个窍穴始终都无法冲开。都这么晚了，还是先回家再说吧。只不过此时的李九保还不知道，在他的合租房里有个不速之客在等着他，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妹妹。其实早在李九保早上进酒店穿越时，李小雅就碰巧看到了他。哥哥，这到底是什么工作？上个月还跟家里要房租，前2天就给我转零花钱，每天手机也打不通。虽然才高中毕业，但在这个网络爆炸的年代，他该懂的早就全懂了。于是李小雅只想到了一个可能，他的哥哥李九保莫不是在做嘎嘎吧？不行，这一定不能让爸妈知道，否则他们一定会崩溃的。今晚我得跟他好好聊聊。其实李小雅和李九保并不是亲兄妹，他在6岁那年，李九保的父母收养了他，兄妹俩的感情虽然很好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李九保发现妹妹对他的感情开始有了变化。随着高考结束，李小雅也迎来了2个月的假期，所以一放假，他就从家里跑出来，来到隔壁的望海市来找哥哥。啊，小雅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跟你说干啥？说了你又不让我来，我直接跟张敏姐姐说，没你我也能进得了门。好了，你们兄妹俩聊吧，我都连着加班半个月了，我得赶紧补觉。小雅，我最近赚了点钱，咱家的生活不用像以前那样拮据了，要不你去住酒店怎么样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就要跟你一起住。还有，你知道自己错了吗？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好，让你压力很大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去干那种工作吧？哪种工作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还装？你今早是不是去酒店了？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居然去做嘎嘎！听到这个话，李九保五官都扭曲了，因为是合租，他去酒店是为了安全的穿越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妹妹居然有了如此离谱的猜测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去酒店是跟工作有关。总之，我的工作很特殊，而且签了保密协议。还有，我做的事都是合法的，你不要乱猜。看到李九保说的这么硬气，李小雅不由得不自信起来。他们一起长大，李小雅自问很了解自己的哥哥，如果是说谎的话，她有信心能一眼看穿。于是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，终于想到一个佐证的办法。那行，检查下就知道了。女孩的身体逐渐发育成熟，可她还是每天在哥哥面前毫无顾忌地换衣服。直到这晚，趁着妹妹熟睡，哥哥偷偷脱掉了裤子，可下一秒却又换上了件古装。紧接着他爬上床头，整个人竟凭空消失了。原来几天前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穿越时空，只需意念一动就能瞬间穿到古代。于是为了保住秘密，他只能每天跑到酒店进行穿越。可不曾想，他的这些怪异行为不仅被李小雅误会他在从事不良职业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从古代带回来的肚兜还被这个干妹妹发现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你说是什么？你枕头下那件都有味儿了。知道你喜欢这种复古风，我特意去买的，中午就换上了。你以后想要什么跟我说。自家人怎么也比外边人干净啊？你在乱说什么呀？这完全是误会啊！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，趁着李小雅外出做暑期工，李九保又来到酒店，在卫生间里，他心念转动，再次来到了一姐。然而这次他刚推开厢房的门，就撞见一名老者正快步走来，而他手里还拿着他送给宋思晴的那个望远镜。李公子，您果然来了。昨天大小姐就说您一早就过来，我还不信呢。九保哥还没给你介绍，这位是严夫子，主要负责给村里的孩童开蒙，在村里威望很高，算是我们的教书先生。李公子，这千里眼还有吗？我知道这样很过分，可如果有更多的话，那老王爷的遗志就有盼头了。看着忐忑的严夫子，李九保一下就明白过来，100年来，宋家村一直背负着复国的宏愿，而一造反势必会打仗。那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这望远镜必然算是神器。严夫子，我们昨天说好的，不能跟九保哥提过分的请求，我把千里眼给你看，只是告诉你，九保哥已经给了咱们莫大的帮助，并不是让你有其他非分之想。没这么严重，千里眼而已，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这个想要多少有多少。而且关于老王爷的遗志，我一直都有些想法，只是还没跟你商量过。关于严夫子，其实李九保已经看出来，他在宋家村的地位恐怕要高得吓人。如果他在拥有宋思晴的信任后，还能得到严夫子的支持，那整个宋家村将会成为他在古代最坚实的后盾。严夫子，你知道的，我和思晴一见如故，所以宋家村的事我不会置身事外。就比如我可以教你们一些办法，让你们拥有一定的能力，去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。严夫子听得有些迷糊，于是李九保想了想，继续开口问道：你们宋家村的地每亩大概能产多少斤粮食？精耕地每亩能产200斤，粗耕地的话能有100斤就不错。不过这是年景好的时候，若是灾年，颗粒无收也是常事。这个产量确实不高，如果用我的方法，多了不敢说，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个3、4倍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听到这个话，两人都瞪大了眼睛。其实李九保这样说已经是非常保守了，在农业技术发达的现代，亩产1000斤早已经是常态。你说什么？3、4倍，亩产700-800斤粮食吗？真这样的话，就不用为还粮食发愁了。
九宝哥，需要我们怎么做？你尽管吩咐，我保证，只要是你的安排，我们全村所有人绝对不打马虎眼。宋思晴一脸认真表态的同时，严夫子却突然泛起了嘀咕，因为昨天他虽然见识了李九宝的神通，但对于一个陌生人会如此的帮助宋家村，还是让他心里很不踏实。于是思索片刻后，他便认真的说道：李公子，你意思我明白了，您这么帮助我们，按理说我应该感激才对。不过人上了年纪就容易疑神疑鬼，因此请李公子娶了我家大小姐可好？只要你们成了亲，那咱就是一家人，也就没什么见外不见外的了。李九宝愣住了，虽然在他们看来，李九宝是在无私奉献，可只有他知道，他早把宋家村当成了在古代的根据地。事实上，只要宋家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那有朝一日，他就必然能够将自己的投资成百上千倍的收回去。没想到啊，严夫子竟对成亲的事如此执着。不过，若是真能和思晴结婚，那对于我在这里立足，其实百利而无一害啊。严夫子，思晴美若天仙，性情温婉，如果能跟思晴成亲，我肯定是非常愿意。只不过我的情况有些特殊，所以可否让我们单独聊一聊，然后再做定夺？大小姐都20岁了，再不成亲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件事不需大小姐同意，我就可以代大小姐做主。但有句话咱得说在前面，沈公子你不是一般人，我知道不能要你入赘，但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一定都要跟大小姐的姓，必须姓宋，这样也算是告慰老王爷的在天之灵。这个没问题，孩子随思晴姓，我没什么意见，只是这确实突然了些，还是让我们单独聊聊再说。听到这个话，严夫子顿时喜形于色，他没想到李九宝这么干脆，毕竟在古代可是非常讲传承的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出去，你们慢慢聊，聊完了喊我一声。思晴，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不能一直在凡间逗留，基本上每天都得回天庭报道。但说实话，对于你我是心动的，不过最后还是要看你愿不愿意。宋思晴抬起头来，红扑扑的小脸上浮现了意外之色。此时已不用再多说什么，两人已经心领神会。其实李九宝很清楚，他对宋思晴的感情远不如对方对自己的感情纯粹。毕竟第一次喝酒就睡一张床，这只是现代爱情的真实写照，而这可是在古代。怎么样，李公子，跟大小姐聊得如何？聊得不错，思晴愿意嫁给我，不过关于成亲的事情，还需要严夫子来操持。另外，我没有北周的路引，真要成亲的话，恐怕还要去官府登记造册吧。一听这是成了，严夫子不由大喜过望，他无比振奋地摇头道：没那么麻烦，不必拘泥于世俗礼节。我们宋家村向来不认什么官府造册，只要你愿意，大小姐愿意，那直接在大家的见证下成亲就好了。直到现在，李九宝才知道，宋家村虽有4000人，可在官府造册中却只有30多户。原来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在山下搞了个小村子，专门和官府打交道。这样，他们不仅缴纳税负很低，也有利于宋家村的安全。好家伙，原来这4000人都是黑户啊！不过这古代结婚倒是不错，不用房子不用车不说，什么下车费改口费都没有，这也太爽了。这样吧，严夫子，你来筹备流水席，我这都听你们的。然后呢，我再单独给思晴备一些聘礼，你看可好？这是你们小两口的事情，只要大小姐觉得行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那就先这么定了。我去找冯瞎子算一个良辰吉日出来，再把这喜事跟村里人说一说，让大家都跟着一起高兴高兴。说完，严夫子转身就要离开，然而刚走到门口，一道巨大的黑影就迎了上来。李九宝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头巨大的黑熊。更离奇的是，严夫子竟朝那巨熊行起礼来。见过二小姐。什么？二小姐难道不是思晴的妹妹吗？怎么成了一头熊？如果二小姐是一头熊，那思晴是什么？此刻正当李九宝胡思乱想时，转眼间眼前的巨熊忽然间侧倒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一位面容姣好的少女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。见过严夫子，劲装在身不便行礼，严夫子勿怪。不用多礼，我得赶紧去找冯瞎子算日子。二小姐快见见你的姐夫吧，咱们宋家村要有姑爷喽。美女每洗一次澡，身上就更臭一分，不仅苍蝇闻了直摇头，就连臭虫来了都得捏着鼻子逃命。可就是她用过的洗澡水，全村的男人却奉为神物，不仅谁都想上去喝两口，就连穿越来的李九宝也想把这水封盘珍藏。思晴，你这个水真的太好了，我感觉我现在能一个打10个。原来前几天宋思晴的妹妹进山打猎，回来时捕到了一只巨熊，可她刚进门却被告知自己有了姐夫。九宝哥，这是我妹妹思怡，思怡，这是九宝哥，就是我要嫁的人。这样，我先去收拾这头熊，你多跟九宝哥亲近亲近。说完，宋思晴便拽着那巨熊往后院走去。这一幕看得李九宝心里直发毛，他不禁为自己的婚后生活担心起来。婚后我不会被家暴吧？到时候上哪说理去啊？原来你就是偷看我姐洗澡那个人，进村时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既然是姐姐之前游历江湖时的交心之人，那为何不直接登门，还做那宵小之事？看着面前的少女，她的容貌虽和宋思晴相似，却又多了几分清冷，仿佛冰山美人一般，很是让人心神舒畅。看够了吗？我问你话呢。那次完全是个意外，你最好去问你姐姐，她怎么说我怎么认。行吧，既然姐姐愿意嫁你，那我自然相信姐姐对你的认可。只不过姐夫，你娶姐姐前，是不是应该讨好下我这个七妹？哎呀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拐弯抹角的我听不懂。好吧，
那我就直说了。上次我姐姐洗澡时，你落在房间里那个冰冰凉凉的东西还有吗？我觉得很好吃。说这话时，宋思怡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把小脸一转，还顺带轻哼了一声。而李九保也终于明白过来，绕了半天，原来小姨子是想吃老冰棍啊。这个好办，小姨子有命，我这个当姐夫的，纵然有天大困难，也得想办法克服。就这样，两人聊了没一会儿，便一起到后院帮宋思晴处理猎物，先去皮，后拆骨，留下熊掌、熊胆后，再把剩下的内脏混在一起，最后加上一些药材一起放进一个袋子。在这之后，他们便开始架锅烧水，并且还将一个浴桶搬到了后院。九宝哥不要觉得奇怪，之前我练功时出了岔子，所以体内留有暗伤，必须药浴才能痊愈。另外，莫爷爷这个药方子不仅能疗伤，对初级习武之人来说也有极佳的促进作用。所以九宝哥要不嫌弃的话，等我泡完了，你也可以进去泡一下。说这话时，宋思晴的脸红成一片，可李九保却双眼一亮，因为环境原因，李九保在现代世界里并不能进行修炼，这也导致他的修炼进程很慢。如今若能提高速度，那显然是一件好事。娘子，这话就见外了，咱们都是成亲的人了，要我说别这么麻烦了，咱们一起泡就行。不行，一开始的药效过于猛烈，你是受不了的，一起的话你会出事，而且没成亲前，还请九宝哥不要叫我娘子，实在是太羞人了。于是李九保被赶出院子，随着大门砰的一声，他不由得撇了撇嘴。恰在此时，战八方拎着一个食盒正走过来。李公子，您站在这儿做什么？哦，你家大小姐在里边泡药浴，所以把我赶出来了。你呢？托您的福，家里第一次吃白糖，我伯娘做了些糖饼，我来给大小姐送点尝尝。哦，正好，我有些事想跟你打听打听，这莫爷爷是谁？另外，这村里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？听到这话，战八方立刻来了兴致，于是他就地而坐，开始给李九保讲解起来。公子，你算问对人了，我们村除了大小姐、二小姐，最有话语权的就是吴老了。吴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严夫子您应该认识了，他算村里的教书先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冯不二冯先生，他精通奇门之道，可因勘探太多天机，所以早年双目俱瞎，绰号算尽天机。至于大小姐口中的莫爷爷，他叫莫怀仁，是村里的郎中。当年老王爷在世时，他虽年不过15，却已经医术精湛。如今他应该正在那深山中采药。原来如此，那还有2个呢？这第4老可就厉害了，名叫陆少卿，当年是从穴位中最强的一名刺客，一身暗杀功夫登峰造极，人称生死判官。我去，这名字可真够中二的。那最后一个呢？这第5老更厉害，名叫马应龙，他兵法韬略，用兵如闪，最擅长攻敌军的后路，绰号鬼穴神之。这一番讲解把李九保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可随即他脸上却浮现出疑惑的神色。八方，你们不是隐居在这山谷中60年吗？那这吴老中的马老先生，他兵法厉害不厉害？你们又怎么知道的？公子有所不知，马老年轻时为了磨砺自己，曾隐姓埋名入过北周军。当时他凭借自己的本事，在边关待了足足20年，直到假死脱身前，他已是有名的常胜将军。就这样，等战八方说完，宋思晴的药浴也泡完了，他把李九保叫进了院子，然后接着在浴桶里浸泡。果然，在泡药浴的过程中，他运气的能力大增，直到黄昏，他已经冲开了7个窍穴。思晴，你这药水太厉害了，这泡一次等于我修炼半个月呀！跟我预估的差不多，剩余的药效刚好是九宝哥的极限，再多1分，怕是会引起反噬了。此时，随着哐的一声，院子的门开了，只见叶无就风尘仆仆的冲了进来，见到两人都在，他脸上的喜悦也更多了1分。大小姐，成了，我把自己那1斤白糖全部都带到了长乐郡，然后换回了这1锭金元宝。听着叶无救的话，李九保接过元宝，因为黄金密度高，所以这元宝很小，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却让李九保心潮澎湃。大小姐，今天早上我一进城，我就打听哪些商户卖白糖，结果10家有9家没有，有的那些也把白糖藏得严严实实，根本不轻易示人，最终就只有1家愿意让我看。掌柜的，不是我小看你，你这白糖质量也太差了。什么？你小子别说大话，我这糖差，难不成你有更好的吗？掌柜的，你可看好了。太美味了，这白糖晶莹剔透，而且甜美纯粹，真是极品呀！听着叶无就讲完了过程，李九保点了点头，最后想了想，他才开口道：如果我跟你一起去长乐郡的话，多久能到？公子会骑马吗？不会呀。这样的话，估摸着得走2天才能到，但要是骑马的话就快了，顶多小半天吧。天亮便走的话，基本上能赶在中午之前抵达。只是这白糖金贵，万一被歹人盯上，我怕李公子你。这样吧，你们明天多带2个人，一个在明，主要保护九宝哥安全；另一个在暗，主要充当斥候的作用。总之，此次去长乐郡，务必保护好九宝哥的安全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我马上安排。就这样安排好明天的行动后，天色已经渐晚，于是简单告别后，李九保就转身回到了宋思晴的厢房。因为今天回来的比昨天早，李九保并没有回家，他用手机打开地图，准备先试一试手里的金元宝能不能顺利出手。熊小子发现彩票有漏洞，于是立刻在纸上计算起来。通过大量的数学公式，他终于得出一串数字。紧接着，从不买彩票的他冲进彩票站，花钱买了人生中第1注彩票。没成想，到了第2天开奖时，他果真中了200万。小雅，我没骗你，
我真的中奖了，不信你看。哇，真的是200万，哥你也太厉害了！别大惊小怪，只是200万而已。我准备先给爸妈在老家换套房子，还有我这个新工作，报酬也会越来越高。总之，咱家以后不会缺钱。然而，李小雅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哥哥根本没中彩票，这一切只是他编造的谎言。因为几天前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穿越时空，只需意念一动，就能瞬间来到古代。至于那200万，其实是他用古代的一块玉石换来的。而此时，在酒店的卧房里，他正盯着手里的东西愣神，因为这个金元宝同样也是他从古代带来的。这东西好是好，可不知道好不好出手啊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先试一试再说。想到这儿，李九宝用手机打开了地图。正常来说，珠宝店、银行都能回收黄金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坐车来到了郊区，选择了个不起眼的小店。小伙子，你确定要卖吗？这万一是古董，那你就亏大了。没事，老板，你就按金价收吧。真当古董卖的话，我嫌太麻烦。小伙子，说实话，你都没发票啥的，这东西我都不想收。不过咱俩有缘，我给你按400一克算，就21万，你看如何？听到这个报价，李九宝很惊讶，因为在他的印象中，金价还停留在300多一克。行，21万成交。看着李九宝走出门，老板还以为自己捡了便宜，殊不知这金元宝其实是李九宝用1斤白糖换来的，而这次交易也只是为了打探下市场。看来这两个世界的金子都一样，唯一麻烦的是，如果售卖太多黄金，怕是会被盯上，还是要想个好点的办法。在这之后，李九宝来到了电子城，因为他答应了宋思晴要给他准备一份聘礼。琢磨了半天，他决定买几个对讲机带过去，毕竟千里眼都有了，顺风耳也得安排上。老板，有没有装电池的对讲机？小伙子，现在都是锂电了，谁还用那个啊？您就告诉我有没有就行了，我只要装电池的。行吧，你先等等，我去库房给你找找。过了没一会儿，老板拿着4部对讲机回来了。之后，李九宝又要了一箱5号电池。付完款，他无视老板看傻子一样的眼神，潇洒离去。紧接着，李九宝又去了超市，因为他清楚记得他答应了严夫子要再送他一些千里眼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买了50斤的白糖和15斤的散装巧克力，最后再加上一箱老冰棍。做完这些后，他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这空间还真不错啊！这路上这么长时间，冰棍居然都不融化。到家后，李九宝打开了电脑，随后他找到一个叫《穿越者宝典》的节目，认认真真看了起来。这里边内容挺全啊，土化肥、土法炼钢、土法水泥，该有的都有了。不过这么多的内容，还是做成笔记靠谱。就这样，李九宝一边看一边把步骤记在了电脑里，最后用一键转换成繁体。他准备对这些技法进行有范围的挑选，然后在那个世界一步步引导工业革命的发生。哥，你干嘛呢？出来吃饭。哦，来了，小雅，你那个暑期工别干了，就在望海好好玩玩，没钱了找我要。那不行，你有钱是你的，我有手有脚的不用你养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娶我做老婆，那我就心安理得让你养了。到时候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简直完美。你在乱说什么呀？我拿你当妹妹的。还有我明天又出差，可能得2、3天，你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。哼，到了第2天，李九宝先找了个打印店，把《穿越者宝典》打了出来。装订好后，他再次钻进酒店开了房。这次他刚推开厢房门，就看到宋思晴正和叶无就交代着什么。聊什么呢？李公子是这样，大小姐叮嘱我，此番去长乐郡一定要确保您的安全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能让您掉一根头发。没那么严重，咱们只是去卖糖而已。小心一点不是坏事。宋思晴摇了摇头，正待继续开口，突然院门开了，只见严夫子风风火火的迎上来，脸上满是喜悦之色。大小姐，我已经找冯瞎子算过了，等公子这次去君城回来，你们就成亲吧。严夫子说话的同时，已经注意到李九宝正从厢房里往外拿东西，等他走近一看，不禁大喜过望。千里眼，沈公子真是言而有信啊！昨天说多拿几件千里眼，结果今天就给带来了，这真是让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啊！严夫子，千里眼是你本就见过的东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之前聊到我和思晴的婚事时，我有专门提到过要带一份聘礼来，这东西便是顺风耳，相隔10里如近在咫尺。听闻，所有人都面露好奇之色，严夫子更是瞪大了双眼。紧接着，李九宝便把千里眼的用法简单的教给了他们。李公子，您的意思是这顺风耳还能传音？您说10里内都可以，那我能不能跑远点试试？当然可以，严夫子但是无妨。于是严夫子严肃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跑出了4合院。李九宝则将对讲机递给宋思晴，示意他和严夫子通话。严夫子，你到哪里了？大小姐，我已经到地里了，您还在院子里吗？这也太清楚了。对了，这东西也太神奇了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啊，大小姐，这比千里眼还厉害呀！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回去。片刻后，严夫子一溜烟跑了回来，他满脸惊讶之色，甚至身体都在颤抖。神物，真是神物啊！这东西要运用得当，在战场上恐怕作用远在千里眼之上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这样我和吴就带上白糖先走。至于这千里眼顺风耳，思晴你来安排一下吧。临走前，李九宝又把宋思晴拉到一边，然后将手里的一沓纸递给他，同时还神秘的道：“这是天书，里面的内
内容，暂时只能你一个人看。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等我回来后再一并问我。思怡，这个给你，这是巧克力，尝尝跟冰棍比，哪个好吃？在这之后，带着那50斤白糖，李九保一行几人风风火火地向长乐郡赶去。本来宋思婷是安排了2个人来保护李九保的安全，可他觉得不放心，又增添了几个人。李公子，您仅有天赋，第一次骑马，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全得靠叶兄的教导啊！回头我送你一份礼物。李公子千万别客气，您和大小姐成了婚，那自然是我的上位，我做什么都应该的。经过小半天的奔驰，一行人终于赶到长乐城外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李九保看到巨大的城门时，他还是被震惊了。吴舅，这长乐郡的城门外每天都如此忙碌吗？是啊，公子，这长乐郡常住数十万人，里边当铺、粮铺应有尽有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更是干什么的都有。就这样，在叶无咎的带领下，他们一行人进了城。面对繁华的街市，李九保很感兴趣，只不过这次是来卖糖的，所以这些好奇心他只能先暂时按捺下来。公子，这是五方斋，是长乐郡比较大的当铺，我那一锭金元宝就是从这换来的。行，那我们进去吧。此时，五方斋掌柜吴有德正在柜台后面喝茶，见到叶无咎进来后，他脸上立马换上欣喜的表情。哟，这不是昨日卖白糖的客官吗？今日再次光临小店，可是又有新糖售卖？吴掌柜，昨天那1斤白糖出手了吗？客官有所不知，这白糖是贵重之物，我光是收来的价格就达到了1两白糖1两斤，这要往外卖，肯定还要再加点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自然需要些时日才能出手啊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这长乐郡也无识货之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撤了。说完，叶无就转身就走，可还没等他迈出步子，对方就拦在了他面前。其实吴有德也没说实话，那1斤白糖，昨天他不仅出了手，还净赚了40两黄金。哎呀，客官又有新糖出手吗？不知这次您带了多少？吴掌柜，这次不是我不给你，我是怕你吃不下。公子，您吹的曲子越来越好听了，每次我都忍不住跟着摇头。哈哈，小意思小意思，回头我教你。明明从不健身，身材却吊打史泰龙，多个富婆想找他做男朋友，他都一一拒绝。最后单身22年的他，却每天跑到酒店开大床房，还在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原来男孩能穿越时空，在酒店的厕所里，他只需意念一动，就能瞬间穿越到古代。在这个叫宋家村的地方，他不仅和村主宋思婷互生情愫，还从对方手中得到1枚筑基丹，让本是白斩鸡的他直接晋升为了5道一品的境界，并且自从上次叶无就用1斤白糖换了一锭金元宝后，李九保就知道了白糖在古代的价值，于是他返回现代，带来50斤白糖，准备在最繁华的长乐郡出手。客官，这次是又有白糖要卖吗？一共有多少？我昨天卖给你的那种糖，我今天带了50斤，你能吃得下吗？听到这话，掌柜吴有德愣住了。要知道，昨天那1斤白糖就给他带来足足40两黄金的利润，而眼下却有50斤，这在他眼里无异于是一堆金砖。客官，您的白糖品质虽然好，可说实在的，要按1两糖1两斤的价格收，那就得500两黄金。小店能力有限，所以您看，这次就按1两白糖8两金怎么样？听闻，李九保一下就明白过来，对方能力有限是假，故意想压价才是真。于是他故作无奈道：“那就算了，别让掌柜为难了。吴舅，咱们先找家客栈住下，把这些白糖的消息放出去，看看有没有人来登门买糖。”别啊！客官恕在下直言，这种品质的白糖真的是不好出手，而且财不露白的道理，客官您不可能不懂吧？这样吧，我也不用你们便宜了，还是1两白糖1两金，我全要了。这求之不得的样子，看来按这个价格，他也十分有利可图。不行，我得再炸着他。掌柜的，咱也别来虚的了，一口价1两白糖2两金，你拿出1000两黄金来，白糖你留下。什么黄金1000两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吴有德剧烈的反应把李九保吓了一跳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自己是不是抬价太狠的时候，门外却忽然有声音传了进来：“1两白糖2两金，这个价格很合适，总共50斤是吗？我全要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名男子便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2名随从。吴有德一见，顿时大惊失色，整个人说话都结巴了起来。小王爷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岂不是一直被你蒙在鼓里？1斤白糖，你赚了我40两黄金，你也不怕撑死？原来男子名叫周天赐，是长乐郡郡主周震南的儿子。作为长乐郡最有权势的2代，可以说他是比王某聪还炸裂的存在。请小王爷恕罪，绝对不是讹您，而是这种品级的白糖收起来风险极大，因此往外卖的价格当然便会要高一些。讹不讹的我不在乎，明码标价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如今既然让我等到了供货人，那我直接跟供货人交易，这也不算我仗势欺人吧。吴有德一听心都在滴血，他很清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他在想要从中赚差价的打算已经不可能实现了。这位兄台，我叫周天赐，家父长乐郡王。兄台这50斤白糖，可否让我的人验验货？只要没问题，那么兄台所说的这个价格，我绝不还价。行，随便看。于是，在五方斋的雅间里，一名随从打开袋子，用手指沾了点白糖放进嘴里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还把手伸进麻袋深处，从各个区域都取了一些出来仔细检查。与此同时，李九保就在一旁坐着喝茶，甚至连看一眼都懒得去
去看。如此珍惜的东西，此人竟一点都不上心。还有他看着白糖的眼神，就如同在看路边的杂草。看来此人背景不凡啊。周天赐默默思索的同时，随从也已经完成了验货，确定无误后，他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金票，就递到了李九保的面前。这是1000两的金票，验货的损耗算我的。不知道兄台如何成活？除了白糖以外，是否还有别的好东西售卖？我叫李九保，此来郡城只带了白糖。至于说别的东西，不是我有什么，而是你们想要什么。李九保说话的同时，下意识的接过金票，可看着这些票据，他整个人都有点发懵。周兄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换成现成的金子？这金票我带着有些不方便。李兄，是这样，这些金票是从薛记开出来的，你拿着金票，在薛记任何一个钱庄都可以随时兑出金子。哦，就是钱庄呗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吴舅，你看看这金票是不是真的？说着，李九保把金票递给了叶无咎。可此情此景，周天赐却有些挂不住面子，因为在长乐郡还从来没人质疑过他，毕竟他的脸代表着郡王府，而这就是最大的信誉保证。然而叶无咎却不管这一套，只要李九保吩咐，他就肯定得照做。于是他接过金票，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验了一番后，这才朝着李九保点了点头。周兄见谅，不是不信你，毕竟是1000两黄金，终归要谨慎点的。理解理解，应该的。就是这样，在吴有德痛苦的注视中，这笔价值1000两黄金的大生意终于画上了句号。然而李九保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们离开后，周天赐在街边停了下来，他摇着手中的扇子，对着身边的护卫说了些什么，随后那护卫便转身消失在人海中。与此同时，李九保等人已经来到一家酒楼前，这是他们一路打听到的长乐郡内最贵的酒楼。李公子，按您的吩咐，我用100两金票兑了900两的银票，还有100两的碎银，银票在这儿，碎银都带在兄弟们的身上了。行，那咱们赶紧进去吧，今天必须好好搓一顿。公子，其实真的没必要，咱们吃点包子就很好了，这里的饭菜这么贵，想想都能吓死个人。怕什么？赚了这么多金子，咱们怎么也要庆贺庆贺。再说了，这一路上大家都这么累，今天就在这吃了。说完，在李九保的带领下，大家一起迈步而入。作为长乐郡最高规格的饭店，这里的陈设无比奢华，里边不仅有小桥流水，还有各色的花卉绿植，所以刚进门，大家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诸位贵客好，请恕小人眼拙，各位客官看着眼生，不知是否有预约？怎么，你们这儿不预约不让吃饭吗？不是的，客官，不预约当然也接待，只是咱家好几道拿手好菜，原料都要提前准备。如果您是临时起意，那几道拿手菜就做不了了，还请几位贵客见谅。这个无所谓，能吃饱就行。你看着给安排个大点的地方。很快，他们被带进一个大包厢，却没想到点菜小二进来后，竟直接给他们来了段 rap。好，把你们所有的好菜全部都上一份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。过了没一会儿，上菜的伙计就来到包厢里，来回好几次，这才将菜给上齐。然而让李九保失望的是，这些菜虽然看着好看，但吃起来却没什么味道。不夸张的说，还没有现代的泡面有滋味。可就是这些没滋味的饭菜，叶无咎等人却吃得非常嗨。这有那么好吃吗？怎么都跟饿死鬼一样？公子真不愧是长乐郡最好的酒楼，实在太好吃了。我活了20几年，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。听完，李九保看了看众人，大家也纷纷表示赞同，仿佛这2桌饭菜到了此菜只在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的程度。吃完大餐，李九保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对他的态度都亲近了许多。因为是第一次来长乐郡，李九保对这里感到很好奇，所以没有当天返回，而是找了家客栈安顿了下来。吴舅，今晚我们先在这儿住一晚，明天再往回赶。下午的时间，你带我出去好好转转。于是，在叶无咎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长乐郡的街市。一路上，李九保都觉得很新奇。很快，一个卖首饰的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些手串都怎么卖？40文一串，100文3串。如果贵人买的多，那还可以商量。我去，这样换算下来，这一串大概得80块钱。不过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白蜜蜡吧？若是拿到现代去卖，怕是下不了10万。李九保尽量压抑着激动的情绪，又在摊位上看了看，除了白蜜蜡外，他还认出了沉香玛瑙，还有一些天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些他不认识的材料。于是当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。你算算一共有多少？这些我全都要了。公子，这都是些不值钱的石头，除了搜集比较麻烦，别的也没有什么。40文太贵了，而且咱们的山上哪儿都有，您想要，让咱们村里的人找就是。没关系，天都快黑了，咱们全当做好事了。虽然叶无咎极力反对，但最终李九保还是花了4两银子把这些手串都买了下来。在这之后，天色渐暗，他们又在夜市上逛了一会儿。可就在李九保准备回客栈时，他忽然发现，在前方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，此时竟热闹了起来。公子，这条街是长乐郡内最有名的花街柳巷，城里面的勾栏瓦肆都集中在这条街上。我去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第2场。吴舅，那最好的花楼是哪家？咱们去见识见识。